Hello，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提玩塔罗。那我们今天要来占卜的是，这个人无法对你说出口的真心话是什么？那我们这次占卜呢是不限关系、不限对象的哦。好，我们看到画面上呢有4种宝石做我们今天选择的参考。第一种呢是橄榄石，第二种呢是紫水晶，第三种呢是月光石，最后一种呢是草莓晶。绿色的草莓晶哦。好的，现在请你闭上你的眼睛，深呼吸3次。深呼吸完了之后，请你想着某个人，想着我们今天的题目。这个人不敢对我说出口的真心话是什么呢？想好了之后，请你睁开你的眼睛，直觉的从这4种宝石当中选择其中的一种。选好了吗？选好了之后，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橄榄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橄榄石的朋友们，亚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牌呢代表着是过去一段时间他想告诉你，但是他说不出口的真心话。中间这6张是现在他想跟你说但说不出口的真心话。后面3张是未来2到3个月他可能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是什么哦。好，我们来看前3张。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钱币10的逆位，钱币8的正位，还有恶魔牌的正位。这几张牌代表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其实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是：第一，他希望你可以走出舒适圈啦。有时候他觉得
你好像都待在同温层、待在舒适圈太久了哦。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努力一点工作，因为其实钱币8的正位跟恶魔牌的正位代表的是，他就觉得你过去一段时间都在玩，然后你过得太爽了，他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工作，然后走出舒适圈，让自己可以更有发展这样子哦。好，我们来看中间这6张牌。他现在想要告诉你，但他说不出口真心话是什么呢？我们这边看到世界牌的正位、女皇牌的正位跟圣杯十的正位。好，这3张牌代表在现在这段时间当中，他想要告诉你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差太远啦。第一就是世界牌的正位，其实代表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觉得你可以多看看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样啦，就是走出舒适圈很重要，就是你不要只用你的角度去看事情。那比较有趣的是，女皇牌的正位跟圣杯十的正位，代表着是这个人其实，当然如果说他不是你的恋爱对象或者感情对象的话，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他希望你可以去谈个恋爱，找个好对象这样子哦。那当然，如果你是感情上的对象的话，就是他希望你可以就是多放一点心思在感情上面。但是会这么说出来，就是他说不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觉得这对你要求上会负担比较大一点吧。那这边我们看到女皇牌的正位哦，其实这个对象还希望你可以多跟你的妈妈或女性长辈聊聊。有时候很多事情，可能你在处理事情上面的智慧上面需要一点，就是女生给你一点建议啦哦。但是可能或许他觉得讲出来会让你觉得没有面子，或者是他觉得讲了你也不会去做，所以他就算了这样子哦。好，我们来看另外3张牌。那现在的他还有什么话是想跟你说但说不出口的呢？我们这边看到正义牌的逆位，我们这边还看到死神牌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这个审判牌的一个正位哦。好，那几张牌呢，其实也讲到几件蛮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的他会觉得说，你可能需要去断绝一些不好的关系、不好的人或不好的事情，因为正义牌的逆位跟死神牌的正位跟审判牌的正位代表的是，他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些提升啦。我觉得他一直以来希望你走出舒适圈的一个关系是，他觉得你身边有不好的人在影响你，然后你需要去断绝掉这些关系，否则的话，这可能会造成你后续更多的麻烦。但是他觉得他选择不说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他觉得你不会听他的话，你可能比较相信你现在相信的那个人，但是对他来说，就是他还蛮希望你可以放下某些不是很好的对象，然后可以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提升啦。好，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哦。未来一段时间他可能有哪些话想要告诉你，但他说不出口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钱币皇后的逆位、星星牌和权杖皇后的正位哦。这几张牌代表的是未来到2到3个月当中，他会比较希望你可以在很多处事的想法和做事的方式上面直接一点，然后有时候不要太现实，太过现实是不太好的事情。星星牌呢，其实代表的一件事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也希望你找个时间去学习一些可以让自己心情平稳下来的一个东西，因为有时候他觉得你处在一个情绪上或许比较乱一点的情形哦。那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他或许会希望你可以去，比如说学一些静坐啊，或者是好好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再努力去冲。这张牌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休息可以让你有更多的一个好的表现，休息可以让你有更多的能量。但是好像你就是一个不是那么爱休息的人啦，那他会觉得你可能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吧，在未来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些牌讲出来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人觉得他讲了你不会听，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干脆不想讲了，就对他来说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你有时候可能会觉得他看起来一副就是好像对你很有意见的样子，但是就很无奈吧，或许啦。那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这些话放在心里，也是觉得你太固执，所以他讲了也没用，不如不要讲。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我们用月相神谕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第一张牌呢是平衡心灵和实际面哦，满月在双鱼座。那这个你占卜的这个对象，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觉得有时候你在心情上起伏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然后这会影响到你处理实际面的东西，所以在做这方面的情况下，他会希望你可以稳定住自己的情绪，是蛮重要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平衡一下心里面跟实际面。第二是臣服于神灵哦，这宇宙告诉你，就是可以的话，就是依照你的宗教信仰，其实有宗教信仰的一个指引，你可以从你的宗教信仰当中去找到一些让你心情宁静下来的一些东西。好，最后是星月在天蝎座，学习克服恐惧哦。那这里就会告诉你，就是说人或许在面对到，特别是你在面对到一些恐惧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部分上就是你要学习怎么去克服这些恐惧，还有你面对恐惧的态度也要稍微调整一下。好，就是选择到橄榄石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紫水晶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紫水晶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代表过去一段时间他想告诉你，但他说不出口的真心话；中间这6张是现在的他想说但说不出口的真心话；后面这3张代表未来一段时间他可能想说但说不出口的真心话哦。好，前3张牌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权杖骑士的逆位，还有我们看到的是女教皇牌的一个逆位，我们这边呢还看到的是圣杯8的一个逆位哦。好，那这3张牌的逆位呢，代表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其实这个讯息是这样子的哦，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会觉得你太冲了，然后你没有真正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而且你的冲其实不是因为你很有勇气冲出去，而是你没有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你对于你真正喜欢、真正想要的事物，你也没有拿出勇气去要、去拿、去冲，反而你都是在冲一些其实不见得是你真正需要的事物上面。但是你自己可能觉得你做又没有错，所以对方可能就觉得说啊，我讲了应该也不会什么用啦，所以他其实就会觉得这事情可能你要自己想清楚，所以他就放在心里面没有说出来哦。我们来看中间6张牌，中间6张牌是现在他想跟你说但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我们这边看到第1张牌呢是圣杯2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第2张牌呢是高塔牌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正义牌的一个正位啊。好，那这几张牌呢其实代表了几个讯息哦。第一个讯息是他觉得最近的你遇到诈骗集团，而且你被骗了，但是他觉得讲的你也不会听，为什么呢？因为圣杯2的逆位跟高塔牌的逆位代表的是他觉得你最近太容易被某一些突然出现在你身边的人或讯息给骗走，然后你就很容易很快速的相信对方。正义牌的正位代表着其实他希望你可以把心思回归到一个相对平稳，然后用客观的态度去看一下这个人跟你讲的事到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这个人是蛮担心你的啦，他就觉得你被牵着鼻子走，然后被卖掉了还不知道，可能还帮对方数钞票之类的，所以他会觉得你目前的状态他很担心，但是问题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哦。好，另外呢，我们这边也看到的是圣杯王牌的逆位、权杖皇后的逆位跟宝剑王牌的逆位。好，这一张牌呢代表着几个还蛮重要的讯息，就是他现在因为你就是处在一个可能被某个人牵着鼻子走的状态，或被某个诈骗集团牵着鼻子走的状态，所以这几张牌代表的是，第一，你不要感情用事，然后第二就是权杖皇后的逆位也代表着真的不要太冲动，很多事情你要想清楚。那这边宝剑王牌的逆位讲到一件事，就是有一些东西看似理性，但实际上它不是那个样子。有一些东西它看起来是头头是道，听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来讲它就是一种骗局。所以你自己其实要先想清楚你自己的状态，然后你要搞清楚你自己是不是因为可能情绪被激发起来，然后就听了那个人的话去做投资，去买什么很多东西之类的，你是不是被骗了，你自己要想清楚哦。因为对方可能讲一些看起来很好听或是很有道理的话，但你如果冷静下来仔细去想，你会发现对方讲的其实很多可能都是干话之类的，就可能都是骗你的啦。好，
最后我们来看未来2到3个月他可能有哪些话想告诉你，但是他说不出口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死神牌的逆位，我们看到宝剑3的逆位，我们看到权杖5的正位这几张牌其实代表的是，我觉得啦，可能你真的有可能被骗，或者是可能一部分被骗，或者是你到最后就很失望很伤心，所以未来2到3个月可能你看透了那个人的真实了之后，而不是你占卜的这个人，我是说骗你的那个人，你看透了这件事是你被骗的之后，你可能会很伤心很难过。然后其实死神牌的逆位跟宝剑3的逆位都代表着他希望你可以走出这些困难，走出这些难过跟伤心。可是为什么他说不出口呢？坦白说就是因为他如果前面都不跟你讲了，然后这个时候才来安慰你，不见得不觉得这更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啊。其实如果他真的希望你可以听进去，他应该早就要告诉你了，但是其实他是选择不说，所以他之后要怎么安慰你，他自己其实也是蛮卡的啦。因为千金难买早知道嘛，他也想早一点告诉你，但是他可能就说不出口。好，那权杖5的正位代表着一件事，就是说他希望你可以好好调整到，就是你不要太过自责啊，可以好好的去平衡一下你之后的情绪跟现状之类的。但是这些话对他来说到时候也是讲不出口，就是我前面就已经没有讲了，我后面再来讲，这好像就是一种事后诸葛的感觉。然后他要安慰你，他自己可能也觉得早知道我就先告诉你了，不管你会不会听，我如果有先讲了，我现在安慰你，可能我自己立场还会比较好一点，但是他就觉得他没有那个立场去安慰你啦，所以他就会有一种他说不出口的一个感觉，可能就是指导，然后可能叫你加油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要他好好的去安慰你，他其实可能也做不到，因为他就觉得他自己可能好像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之类的啦。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他现在做的这个决定可能也是一个他自己之后要负担后果的一个情况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te。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的，我们用月相神谕卡来占卜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是满月在水瓶座那满月在水瓶座这张牌呢，其实代表的是这宇宙在提醒你一件事了，就是你要多接触不同的团体，多接触不同的资讯。其实在这个年代当中，很多资讯是只要你愿意上网查，或是用 AI 查一下，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不应该，就是什么是假讯息啦，应该是这么说，什么是假的讯息，什么是诈骗集团，其实你多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好吗？好，第二是满月在牡羊座火爆的高峰期要来，就是这宇宙在提醒你，接下来你会有一段时间是完全不听劝的状况。其实你也不能怪对方不劝你，因为你在这种状态下是不会听劝的，这宇宙也是只能提醒你，你接下来会处在一个不听劝的状态，那你可能要稍微的把这个火爆的能量给释放一下不要，就至少该听别人的话还是要听一下啦，不要太冲动，好吗？好，最后就是月亮变动期，其实尚未有定论，一切尚未有定论这宇宙在告诉你，就是你现在还没有被骗不要被骗就是现在诈骗真的很多，所以在还没有定论之前，你要转弯都还来得及想清楚好吗？好，这是选择到紫水晶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好的，选择到月光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月光石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前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想要对你说出口但说不出来的真心话。
中间这6张是目前他对你真心话，但他讲不出来的原因，或者是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还有他想说但说不出来的是什么。最后3张代表未来2到3个月他想说但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是什么我们来看前3张牌。第一张牌呢是宝剑8的逆位、审判牌的逆位跟高塔牌的正位。过去一段时间他想要跟你讲的几句真心话其实都蛮刺激的啦。为什么呢？其实光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宝剑8的逆位就已经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希望你不要再鬼打墙了。有时候很多事情其实就是你自己一直想不开而已，但是你越在想不开的状况下，他越这样讲，他只会让你越生气啊，所以他当然是说不出口啦那审判牌的逆位跟高塔牌的正位都代表着，第一他叫你要认命，然后有些事时机还没到，请你慢慢等。但这种话有时候说出来就是很伤人，或者是会让你觉得很生气的话。因为其实高塔牌的正位跟审判牌的逆位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要你认命一点，然后这些就是命，这是意外，你要去接受它，然后反正都是意外了，都已经发生了，你就不要再想太多。你觉得这种话听了会开心吗？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讲出这种话的人其实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你今天是在嘲笑我吗？还是找我麻烦吗？所以有时候讲出来，当然他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不能讲出来，他讲出来的可能只会让你更不爽而已啊。那你如果不开心，他讲的也没什么用嘛，重点是你也听不进去啦。好，我们来看中间这6张牌。那现在他想说但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是什么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星星牌的逆位，我们看到的是圣杯3的正位，我们还有看到的是钱币侍卫的逆位他会希望最近的你可以开心一点啦，就是出来跟朋友吃吃喝喝玩玩，不要再自己窝在家里面，在那边追求什么心灵上的宁静。他觉得你这样子会继续窝在家里面继续鬼打墙而已，也是没什么用的那钱币侍卫的逆位也代表着一件事，就是说有时候他会觉得你可以换一个比较成熟的态度去看待一些事情。然后其实圣杯3的正位最重要，他希望你可以就是大家出来吃吃喝喝走走，你出来散散心嘛，他其实蛮关心你的啦。但是我觉得他自己大概也知道他讲话可能很难听啦，所以他就希望说 OK 不是只有他，就是你可以约很多朋友一起出来聊聊走走，至少散散心，不要自己窝在家里面，这样没有什么用。好，我们来看另外3张我们看到的是死神牌的正位，我们看到命运之轮的逆位跟力量牌的正位。我觉得他的态度其实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其实死神牌的正位跟命运之轮的逆位就跟我们前面讲到的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有些事结束了就结束了，走了就走了，你要接受它，你要面对它，你要放下它。然后我们还看到命运之轮的逆位，他就告诉你说时机还没到，再等等。好，这2句话呢，他一定是觉得你听不进去，因为这讲出来真的很像在讲风凉话啦，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他选择不要讲，可能也是因为他怕刺激到你。因为当你如果心情已经很差了，他要去跟你讲这些的时候，你只会觉得不要再讲。所以与其把关系弄坏，他不如不要说。好，力量牌的正位代表是有时候他希望你可以勇敢，你可以拿出坚强的意志力去面对这一切，去克服这一切。可是有时候你也知道，当人在情绪低潮的时候，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只会越听越生气而已。他也知道，所以对他而言，他能够做的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不可以跟朋友出来走走，吃吃喝喝？但是为什么他没有说？因为他可能邀请过了，可是你可能就是拒绝，你可能不是只有一次拒绝你的朋友，你可能拒绝了很多次，所以对他来说，他就觉得他也没有办法，他其实是无可奈何的。好，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未来2到3个月，他想要告诉你，但他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是什么？第一，我们看到圣杯2的正位，我们看到权杖10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皇帝牌的正位好，如果说他前面讲不出口你面对到的事情是那种感情事啊，比如说被分手啊，或者是你处在一个情绪压力极大的状态下，感情上很不顺，你就是一直都走不出来的情况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上面，在未来2到3个月，他就是会希望你可以多一点自信，然后不要把所有的错都揽到自己身上，不是你的错，然后去找一个新的对象。但是他说不出口的原因，大概也是因为你还处在一个走不出来的情况，所以他没有办法逼你去做这些事情。好，那如果不是感情上的事情的话，我们这边看到这3张牌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意义，就是你可能遇到了某一些巨变，某一些压力，你一直走不出来，那他希望你可以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好好谈谈，然后对自己有自信一点，很多事是你自己可以去处理的，你真的是有一个能力的人，然后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到自己身上。权杖10其实在这边的逆位牌讲到一件事，就是你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你请朋友们帮忙都没有问题，因为其实大家都愿意帮助你。可是我觉得很明显的是，他觉得或许可能其他人跟你讲这些话你会听得进去，但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你可能就是不接受。
所以对他来说，他就觉得他其实很担心你，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美化这些话，所以他话到嘴边就又会吞回去。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关心你的人，但是他真的是一个，也不能说人家嘴巴很贱啊，但是他真的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好不好？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我们来用月相神谕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是新月在处女座哦，这是给而不是取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这个宇宙在提醒你，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希望从这个人身上听到一些真心话的话，你要自己去问他啦。有时候他会其实我觉得他很在意你的心情，他真的很在意你的心情，所以他才会有些话就是选择不要讲。但如果你主动去问他，其实他会说。好，第二是你需要的答案即将出现。这个宇宙在提醒你，就是你身边其实还是会有其他人给你很有用的建议。那听一下这些建议。满月在双子座也代表你身边的声音很多，但这些声音其实是好的声音，你应该去听听，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都不听的状态。这个是满月在巨蟹座，私人问题得到解决。还有，如果你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人告诉你的这些状态你自己其实要试着去解决你自己的情绪。满月在巨蟹座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你的情绪起伏，还有你内心的情绪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这些情绪你要得到解决的话，你可能需要有朋友的关怀、家人的关怀。其实你需要适度的去跟你身边的人聊聊，你真的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自己身上，让自己去处理。因为其实这几张牌也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有时候常常把所有的情绪都留在自己的内心，然后身边的人担心你，但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沟通。所以满月在巨蟹座也是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要解决你的私人问题的话，你身边这些很亲近你的人其实是会愿意听你讲的，该把一些情绪释放出来是要做的哦。好，这就是选择到月光石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绿色草莓金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绿色草莓金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来看到这12张牌，前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想说但说不出口的真心话，中间这6张是现在的他想对你说但说不出口的真心话，后面3张是未来一段时间2到3个月内他想对你说出口但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是什么。好，我们来看前3张牌。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圣杯8的正位，我们看到的是宝剑国王的正位，还有宝剑2的逆位。这3张牌其实很清楚的讲到一件事，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希望你可以理智一点，有勇气一点。其实最简单就是这样，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他希望你可以用比较理智的态度去看，然后拿出你的勇气做对的决定。那他为什么说不出来呢？通常就是他觉得你的状态应该听不进去，或者是你还处在一个相对混乱的状态，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在这种时候跟你讲这种话，讲出来了你大概也做不到。好，中间这6张牌是现在的他想告诉你但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是什么。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女教皇牌的正位，恶魔牌的逆位，还有审判牌的正位。好，这一张牌呢其实代表是目前的他希望你可以冷静一点，然后有时候不要打一些歪主意了就是说有时候你会有一些坏坏的念头，但是这个宇宙不是这个宇宙，这个人想要告诉你的是，有时候你就是维持一个心灵的平静，你就会找到一个答案。很多东西其实不用一些比较弯曲的手段去做到。好，那当然如果说这是你的感情对象的话，他最近是希望你不要太好色了就是可能你比较
执着在性爱这一方面。好，当然这个是看你的对象的一个情形，但如果说好，因为我们今天不限制你的这个占卜对象是谁哦，如果他是你的朋友啊或者家人的话，其实他会是希望你可以理解到一件事，就是说你身边其实有一些好的时机已经来到，可是你可能没有看到。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冷静下来。我觉得他没有选择直接告诉你的原因是，第一，他希望你自己去看到这个机会，然后这是一个学习；第二是他希望你可以学习怎么冷静，因为有时候你都会先想一些不是这么正当的步数去做这些事情，比如说你第一个选择可能会说一点小谎啊之类的，但是其实有时候不需要说谎，不需要装死，或是不需要做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其实你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他希望你可以学习的，但是有时候他会觉得或许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把他劝了，他可能劝过也没有用。好，另外3张牌是钱币十的正位、正义牌的逆位，还有另外一张牌是宝剑侍卫的逆位哦。好，那这几张牌呢，其实我觉得它针对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哦。钱币十的正位代表的是他其实有时候觉得你真的对家人好，这几张牌简单来说就是你对你的家人其实不是很公平，他觉得你应该有很多时候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在你的家人身上，因为正义牌的逆位加钱币十就代表着他其实觉得你有很好的家庭背景，或者是你的家人都很关心你，可是你就是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或是你对你的家人其实是不公平的。宝剑侍卫的逆位也代表着他有时候会觉得你就是太幼稚了，在你的态度上面来讲，其实他觉得你在攻击你的家人，或者是从他听到的话里面，他都觉得你一直觉得你家人对你不好，可是对他来说，他觉得你的家人是关心你的，然后你对你的家人其实并不公平，有时候甚至于他觉得你太任性，但这些话如果说出来你就会爆炸，所以他不如不要说。而且这些是你的家务事，他如果讲太多，其实只会引起你的反感而已，这也是为什么他宁可放在心里，但他不好说出来的原因。好，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未来2到3个月他有什么真心话想说出来，但是他说不出来呢？好，我们来看到第一张牌是死神牌的逆位，我们看到月亮牌的正位，我们还看到是宝剑5的一个逆位哦。好，其实我觉得在未来2到3个月当中呢，他会希望你可以走出某一些阴影或某一些不开心的一个情况，然后可以找朋友多聊聊，因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好，这么说好了，这几张牌就是他想要告诉你说，人生嘛，其实就是这样起起伏伏，时好时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嘛，那你要去接受它，你要走出某一些人生低潮，然后你有问题的话，其实可以跟我们这些朋友聊聊。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说呢？因为他觉得这些话应该会蛮刺激你的，有时候我们在说话之前会去考虑一下别人的状态哦。但是在未来，我们看到这3张牌就代表未来2到3个月，他觉得你的状态应该是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些话，他觉得讲了你只会不开心，或者是你会抓狂，所以对他来说，在这种情形下，他不如就不要说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对他而言，我觉得他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然后他会知道什么话讲出来你一定会很生气，然后我们从这些牌看起来，相对来说你是一个可能批判性稍微比较强，然后比较冲动一点的人，所以对他来说，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状态下去跟你多说一点什么，因为他就是很怕惹到你不开心，然后事情越弄越糟糕。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te。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我们来用月相占卜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是坚持你的憧憬哦。这个宇宙在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人其实对于你的憧憬、你的想法，其实一定程度上是认同的。他有时候只是不认同你的态度跟做法而已，你不要否定这个人。好，第2张牌是冥想与沉思，心愿在双鱼座。其实这张牌其实就跟女教皇牌有这2张牌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啦。在这边的话，它其实是有类似的意思，就是有时候他希望你可以，这宇宙也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冥想跟沉思一下，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可能比较冲动一点，或者是你的情绪太容易激动了哦。维持一个心情的平稳
比较重要，对你现在来说。好，最后是迎突月，你快要达成目标了。不管如何，不管这个人的看法如何，其实你想要达到的目标其实真的快达到了，这宇宙在告诉你你可以再加油。可是这个加油可能就是如果你有搭配冥想跟沉思，如果你让自己稍微沉静一点，其实你达到的目标的速度会更快，然后你拿到的结果会更好。好，这就是选择绿色草莓精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拜拜。